照顾我，对不对？我记得印象特别这个，就欧阳娜娜、欧阳弟弟啊、欧阳妮妮，你当时还在特别小，10几岁才。是的。时间过得飞快，说明你的岁月不饶人呐，这不是关键是。很高兴又见到你了哇！谢谢，请哥哥姐姐们多多帮忙，多多帮忙。其实我们后面的厂牌不是过来踢馆嘛，对不对？对，可以找专门姓欧阳的嘛，欧阳娜娜、欧阳妮妮全家都来，欧阳锋对吧？欧阳振华这种都可以来。还有一位老师欧阳奋强，演贾宝玉的那位老师。那下一位特工是我们火星本季的老朋友，欢迎张彩玲。彩玲好美，彩玲。我以为我是老特务了，我不用介绍。特工，老特务。只有宋木子是特务，你们都是特工。这边就该迎来我们脱口秀的各位特工朋友们啦！这一位是我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的气氛大王王冕先生。大家好，我是反场特工王冕。上一次来火星来玩很开心，对，然后着重介绍一下我们的领导。领导，你的领导。哎呦，让领导过来，领导。来，您发言。您要发言的中间发言，来，您在这儿发言。都是你管，来。大家好，我是汪涵啊。我是程璐啊，之前也是几档脱口秀节目的总编剧。我今天来呢，主要讲3点啊。3点来了，哪3点？火星会议，第一，开的要有趣，哎；第二，开的要有用，哎；第三，要开的有话题。哇啊！所以希望我们的厂牌大战打出风度，打出风采。好嘞，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太棒了，说了像没说一样。是，领导嘛，是吧？啊，下面一位啊，我觉得徐老师一定会非常喜欢啊，因为他每回脱口秀都非常的犀利，用词非常的狠。这位就是我们的贾浩先生。大家好，局长好，副局长好啊，我是脱口秀演员贾浩。然后之前在节目上讲了那个吐槽领导的段子。我觉得职场最好的称呼一个人的方式，就是按他的工资来称呼他。像我，你就叫我1500。领导再让我熬夜加班，我说：“哎呦，不好意思，我是1500啊。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让8300干啊。”您说呢？56000。但是我吐槽的是工地上的领导，因为当时我还没有遇到像陈哥这样的好领导。哎呦，你看看多会聊天。谢谢大家，我是贾浩，谢谢。最后一位要隆重介绍了，是的，东边日出西边雨，今天又来了个大美女，就是我们的唐香月。啊，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脱口秀演员唐香玉。唐香月。啊，恢复了一下理智。刚刚老师们叫我大美女，这怎么敢当的？太客气了，可以直接叫我脱口秀郭碧婷。向左，向右，向你看。很对不起郭碧婷老师、向朵老师，但是真的是很开心，谢谢老师，谢谢。好的，新特工呢已经介绍完毕了。那再次重申一下呢，本季会议的规则了。没错，首先呢，我们推出的新的特工，每一位特工都要有一个提案的，要有梗，又要好玩，还要有意义了。观众投票选出我们最后的王牌特工。同时呢，我们3个呢，一人有一个颜色的坐垫，代表我们3个人呢，如果觉得谁说的特别好的话，我们就会在你的屁股下面塞一个坐垫，然后他就会越垫越高，就说明他厉害。但是万一呢，谁说的可能当时效果不好，尴尬了怎么办？怎么办？咱们这个节目就是这么的贴心，准备了一个台阶儿。哎，如果说您尴尬了，您就直接走下去，给自个儿台阶下。哎，谢谢各位。好有用哦，太贴心了也。我宣布，火星情报局第7季第3次会议正式开始。好了，老规矩，第一个提案呢，还是交给我们热场之神副局长刘伟。我主要是给大家打个样，所以说我发现爽快的人生需要一点反派感。怎么说？其实我说实话，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内敛的男孩啊。真的，我是一个讨好型人格，真的。
从小就喜欢管人叫哥哥姐姐，就不论多大我都会管人叫哎哥姐。然后有一次我跟黄子弘凡录节目，然后我就说弘凡哥，哎呀，真的。然后黄子弘凡听到那一刻腿都软了，撞来说你是我哥啊。所以我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其实讨好别人也有可能会引起别人的不适。但是直到有一天呢，我接到了一部戏《斗破苍穹》。哦，厉害厉害厉害！我当时接到这部戏的时候，让我扮演的角色是反一浑天帝。那个是真实在演一个戏剧，因为戏剧不会开玩笑嘛。啊，所以你去开玩笑了？我没有在开玩笑，他们就觉得我非常适合这个戏的角色。哇，天哪！然后接了之后，因为我平时生活里都是给人的感觉都是哼，老师好，老师好。然后我那一刻我告诉我自己我要改变，于是我就开始练那个坏笑。怎么说？就每一天自己坐在那个床上，我就这样。哦，邪魅。嘴要那么用力吗？嘴？没有，但是确实你要融入那个剧情。这种演技都是给营销号提供素材的那种。没有。但是我说实话，那部戏我真的演得很好，我专门还带来了一些片段给大家看一下。我想看。哦，邪魅笑。哇哦！你来什么东西啊？锅巴呀？古月，你才锅巴呢。可以，因为刘维的黑化那种表演都是那种邪魅一笑。给你们最后一个。我觉得宋木子可以驾驭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反派，我想看的。好。他这个台阶，好吧。这样，我们给你端起来好不好？我们给他2人，我们给他一人一边端起来哈。没事，这抬轿子嘛，你上去抬轿子来啊。你要自信一点。可以吗？可以吗？害怕，我有点害怕，我腿有点抖现在。我从那个反送里看我的裤子，我就跟宋木子一个品味啊。没事，来，走。很富裕啊！先到这儿，好吧，拜拜，哎，拜拜，放在这就行。好了，可以，放到这儿，这边会有人收。是的，可以了。我感受到血脉压制了，我感受到了。你这是血压升高吧？应该是。刘维所以还是很享受这种反派感的感觉，是不是？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就是这一套的人，但是后来呢，我就渐渐不喜欢讨好了。但是我说实话，我再怎么装那个凶呢，都很难凶。于是我昨天晚上就是照着宋木子连夜给自己织了一个坏男孩口罩。好像那个什么疮长满了。对，因为我毕竟是一个音乐人，原创音乐人。于是呢，我在边缝那个口罩的时候，我还创作了一首《火星坏男孩之歌》。哦，来，听一下，快！要。莫名其妙。为什么？我是个坏男孩，我是个这个感觉是脑子坏了。我是个坏男孩，我不要接水打你那个泡开，come on！ 好魔性啊！这是一个唱跳节目。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必要的节目。哇！就靠这一下了。刘伟，我给你电。太拼了！我在看你表演的时候，我在想，男孩到底什么时候登场啊？没有啊，我整个舞蹈编排都是跟坏有关啊。为什么这个是坏？就是那种打人啊。哎，男孩子打人哪有这样的啊？有病啊！
但是我确实努力了，谢谢大家。刘维可以。刘威刚刚讲的是那个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些需要反派感的时候，其实生活中如果遇到一些不合理的事情，瞬间有点反派感的感觉还是挺好的。对，因为大家知道我平时都是坐高铁比较多嘛，高铁每次过安检的时候都是自己放那个行李箱，大家都要过。然后那次是我那个化妆师在我前面排队，我在后面，我们正等着放行李箱的时候，突然来了个女的，直接插队，咔咔往上面一放就往前走了。但是她把你往上面一放嘛？对，把他的行李箱往上面一放，直接就插队了。然后我看到这种行为，我当时马上第一句话，走开，我来。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有病啊！没有，当时第一个你说我是个坏男孩的，这样。谁敢这样？你敢欺负？放开他！我是个坏男孩。我别人开始跳，你真的不坏吗？不坏吗？一点也不坏，很坏。没有，我当时真的就马上对着我的化妆师就开始讲笑话。我马上就说：“阎王爷，为什么让我下来嘛？我看了我的生死簿还没有到我呀，你不是爱插队吗？”我直接讲了这个笑话。无聊啊！但是因为我不想让他感觉我在骂他，但是我就旁敲侧击一下他，他完全没有听到。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用到所有爱插队的人身上啊！你不是爱插队吗？你的名字已经在生死簿上面了。下去。上个台阶吧，下一下，这是什么台阶？哇，姚明可以要用台阶啊，莫名其妙。所以就是总而言之，虽然我们大家内心都是向善的，但是遇到那种不合理的事情，大胆的有时候还是要出来也是挺好的，对吧？为自己发声。好嘞，下一个到了我们的彩铃啦。好，你有什么提案？哇吼！今天观众我刚才看了一下，好好看呐！你为什么要鼓掌？所以今天我的提案是，我发现，没有人真觉得自己丑。针对性怎么这么强？就现在大家都觉得自己有这个容貌焦虑哈，然后我也说我有容貌焦虑，但是说实话，你要问我知不知道自己其貌不扬这个事儿，理论上我知道，但我真正每次想起我自己样子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看的。就是欧阳弟弟跟我换，我不一定换，我跟你说，就是因为我每次想到我自己样子的时候，都是平时美完颜 P 完图的照片，就是可好看了。但是如果真要换的话，我建议换。没有，自信最美。所以我其实就在美颜这个东西之后哈，我基本忘了我生图长啥样了啊，让我对我的身材也有一些错误的认知。我理论上知道自己矮，但是我会经常忘了这个事儿。然后前段时间我就有个综艺，是一个打篮球的综艺，问我去不去。下场之后，我跟我朋友说，我说张云龙就一般，庞博就那样。就是有一个就是打篮球那个孙悦是挺高，但是我跟他们之间那个身高差就是正常男生女生身高差，还能说有你们想的那么荒诞，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导演愁坏了，因为那个机位架不了机位，因为有张云龙保张云龙的脸，就要不了我的脸，要我的脸就只有张云龙的腰。最后呈现出的画面里，就是张云龙和庞博的腰旁边经常挂着一撮头发，那个就是我，有尾巴了啊。反正我觉得我活在这美颜里头，就觉得自己长那样也挺好的，就是这是一种最低成本的自娱自乐的方式。反正我只要不照镜子，也不那个人脸识别，我就爱自己觉得自己长啥样就长啥样吧。对，美的，当然了，美的。说句实在话啊，我看到这个提案，内心还是非常有共鸣。他说没有人觉得自己丑。说实话，我在生活中没有到那种就是有人跟我擦身而过啊，没有吧？但是我跟你们说，有一个人觉得我就是还是偏丑。谁啊？啊，我怎么可能？抱歉了啊，在2017年的时候，
老薛有一个节目需要发他的朋友一块来录，他就想到了我特别感激，我就去了那个节目。到了那个节目以后，一进化妆间，跟我同台的嘉宾都是大家请来的那个一块录的飞行嘉宾，越看越不对劲。他们分别是张海宇，然后接下来是九孔，哇，越往后面走，我就打，哎，九孔老师好，一回头，李建仁老师，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如花。我说怎么都是这样的老师呢？这个时候有一个老师跟我打招呼，我一回头，请看八两金老师。那期节目播的时候，左上角有3个字“丑彭慧”。然后那天那个节目没让我们回酒店睡，大家就整个睡在录影棚里面，睡到凌晨4点，突然被歌声吵醒，一睁开眼睛，有人在那儿唱跳，带着舞伴舞裙。吴莫愁，我抓着他的手，我操！你为什么要接这个通告？你知道这个通告的名字吗？丑彭慧，是我找的，这不是。但总的来说，那期节目效果确实很好，费用打过来以后，内心还是很开心的。这也能赚到钱。但是我其实不太认同你那个提案，因为我是真实的觉得自己丑，我是真的。哪有？那以前。他还没资格，我还见过呢。好了。没有，因为我从小就是生活在一个被人就是没有夸过我好看的时候，那是肯定的。开玩笑。我从小我妈生出来我了之后，所有人看到那个小孩都说哇，这小孩好可爱呀。然后到我，然后人家都看到我，就记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就说哇，这是什么呀？没有那么夸张，这是什么东西呀？没必要吧？那没有那么夸张，没有，对不起 ，I'm sorry。他只是问我说，哇，这个胎盘还要吗？这孩子是。你信不信我把你们杀了？哎，内部梗，不要乱发 report。他们来，然后他们就会很简单的就说哇，这孩子像谁呢？所以我从小就被我妈说我报错了，而且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参加比赛的时候，我那时候比赛的时候我也是丑，我承认我自己那时候确实丑。然后我后来进决赛了之后，我永远都记得在后台的时候，老薛看到我说，刘伟，我真的搞不懂哦，好像啊，这个节目我只认为2个人丑，你就其中一个。你是怎么进到决赛的？真的？你觉得黑幕是不是？真的。哎呦喂，老薛也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哎呀，所以我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丑，然后我就为了就是让自己不丑，然后我就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努力着。努力干嘛？努力着就是，对，努力着。我就属于那种颜值焦虑到这种份儿上的。我觉得颜值焦虑有一个地儿特别好解决，就是你找一个健身教练。就你随便压个腿，他说你漂亮，这个动作漂亮，旁边那个人就一直在说你漂亮，这个动作漂亮。说实话，我小时候也没觉得你们这么丑，但是我所谓的那个，等一下，没有，谁的？你们没有，因为我跟你讲，一定要关系更熟的时候，你才会去这样去说，对吧？但其实我不只是针对你们而已，我针对我自己也是。我当时真的觉得我自己其实是不帅的，因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当时小时候是内双，有一次还偏单眼皮了。可是我们那时候最流行的那种双眼皮是那种，就是很大的，大家觉得哇好好看啊！对，那时候很流行那种，真的。我当时就是因为觉得那个好看，我就非要去割双眼皮。啊，那个医生一看我说，你好像没有必要吧？他劝了我3次，后来我就非要把钱拍在桌上，我说去割。你知道我们当时割双眼皮多少钱一支吗？啊，1支2支，我告诉你们啊，450块钱1支啊。哇，那时候很贵，1000都不到。我说我来2支，没有人买1支的。然后呢，那个人就给我旁边打了2针，我特别印象深刻，因为最早期了，那时候还没有全麻，好像。我有病啊！我割双眼皮全麻。我跟你说，割双眼皮麻药打哪儿好，你知道吗？打腿上，因为你这跑不了，太疼你。说太疼了，但是跑不了啊。你有病啊！你有病！
然后我就去打了嘛，他就给你咔咔咔4针打完以后，其实你当时你是真的感觉不到，你这边是没有感觉的，可是你可以听到声音，哈啦，哈啦哈啦，哎呀妈呀！给我割的是一个女生，然后他割到这一半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门，砰一脚被人踹开啊，有人吓他，然后他这个时候我还能感觉到他哆了一下，我当时哎呦什么事情啊？你知道进来一个男医生，你知道跟这个女的说什么吗？我爱你。你跟有病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吗？请问，但是差不多这么无聊。比如说你在开刀，他过来说这砰了一脚，对吧？然后哎，走了，干嘛？吃饭了哈！哎呦，把那个刀，我当时不可思议。然后那女生就说：“哎，你们先去吧，我这个好好开。”这个女生还说了一句：“这个我这个好好开。”搞得大家像前2个随便开一样。他好好开，我就当时没听懂他们说：“哎，好了，走了，都等你了，快点吧，随便缝一下。”妈呀，真的假的？他真的在我耳边就是随便弄一下，你快点。我当时整个人火气已经冒到，为什么？凭什么？对不对？然后他哎，好了，你们先去，你别去，好了，等你啊，你快点啊！他就走了，帮忙你这样。我当时在那里我都不敢动，但是我一肚子火，我想。其实我跟大家刚刚是讲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告诉大家，其实不要盲目的呢去从一些审美的潮流呢去伤害自己，对吧？医美呢还是要谨慎的，好不好？哎，这给大家一个警示就好了，好吧？哎。对，不要在乎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上让大家花钱的原因就是要制造焦虑。100个人有1个人好看，那99个人就会着急。你明白吧？你就感觉自己，我为什么不能活成那个样？其实你有过你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也有他们千疮百孔，是不是？就是坚信自己就能够活得非常美。所以说呢，各位不要上这些商业圈套，然后咱们就活出自己就可以。害怕啊！谢谢各位啊！没错。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坐稳了，因为要给我们提案的是什么子啊？什么子？老 baby 们，我发现。我想说的这个发现是，支线任务做太多会被越支越远。什么意思啊？人生其实很多时候是有主业有副业嘛。对，我主业其实我自己来讲，我是个喜剧演员。去年这一整年就被支出去好远好远。干嘛？基本上就没有搞过喜剧。你都在做什么？做歌手。歌手？哇，你说这个话都招苍蝇了，现在围着你转，招苍蝇还行。一开始最重要一个事儿，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是成龙大哥打给我的。哇，直接打给你。然后大哥说：“那个木子能不能来一趟我的剧组？我在拍《熊猫计划》。”哦，我说：“哇，有这样的机会演熊猫又怎么样呢？啊，对吧？我都计划好演熊猫了。”对。然后去了以后，我特别紧张，我说：“哥，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么多年，我就等这一刻，我演什么都可以。”大哥说：“木子，你这样，你能不能帮我唱一下电影的片尾曲？”哇，那很信任你哦。为什么呀？刘维忍住，刘维，我很羡慕你，反正。但当时我不知道，很复杂，我心情。行了，你闭嘴吧。因为最后搞了10年喜剧，然后呢被大哥看到是以歌手的身份。我是因为你的价格真的很合适吗？你给的价格合适吗？可能我比较符合那种可爱的形象吧，我也不知道。因为他那个歌是呼呼嘛，熊猫计划。呼呼呼呼，你就是那么可爱，呼呼呼呼。你就是聪明自在，好想打你啊！如果有坏人拿枪偷偷把你打败，哎呦喂！看他演出真的很喜欢拿飞镖，我不知道为什么。哇，飞刀。这个就是一把支出去了，然后往后就是对马东老师喜剧节目回来了。马东老师说那个喜剧节目，我说知道啊，比了好多联赛。我说那个应该就是主业了吧，对吧？这是主业。然后马东老师说不，你来当主持人。我当时就说，我说成龙大哥我得罪不起，你马东我还得罪不起吗？啊！你疯了吗？这个节目会播的啊，得罪不起。当然，怎么敢得罪？因为主线都要靠马老师啊。然后就在群里搞了一个主持人。然后呢，那个马老师这个完事了以后，我再说一个吧。我们火星情报局的总导演才哥啊。有一天，才哥给我打电话说：“木子，我这边有个新闻发布会，能不能过来跟我一起搞一下？”我说：“才哥，我真的不是主持人。”
我说搞不了，而且这个项目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内容也没有告诉我，什么都不知道。才哥说能搞，随便搞一下，随便搞一下喽。他说你这样10分钟的内容啊，我来讲内容，你就负责搞气氛，你就在那个地方搞啊，热场搭话什么的。对，我说那好，那搞气氛吧，然后一直搞那一场，搞到9分半的时候，然后我想问才哥，我说哥，要不咱们讲内容呢？我搞了9分半的气氛。一直在那烧稿，哦，来了 ，baby 们，哇，今天非常开心嘛，大家开心嘛，开心的拍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哎，你这种搞法加上刘伟可以加1倍时间。然后才哥好像看进去我的表演了，10分钟演讲，9分半的时候我说哥，如果再不说的话，可能他们要走了，真的不知道，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最后内容是什么。才哥手里边拿着那个遥控器啊，就是翻 PPT 的啊。讲了9分半，还在第1页，就1页估计。我以为就1页，但是它是一个完整的节目啊，后面连艺人什么证人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搞完我能不能去这个节目，反正我也不知道。这个节目现在的情况是？现在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被我搞黄掉了。有搞头，这个节目他就是想测验你的那个业务能力啊。啊，我说那这样的话，不是那才哥他也得罪不了啊，对不对？才哥可以得罪。支线任务，我觉得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其实我自己的家乡呢，是广西柳州人啊。它其实是在广西省算是首先是交通枢纽，然后是一个工业化的城市，比如说柳钢、柳汽啊、上汽通用5菱啊，很多企业，但最后它不是靠主线，它其实让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螺蛳粉对。所以想告诉大家，不管是主线还是支线，只要你开心，只要你做好，其实都是很棒的。我今年有一个支线也是稍微把我支开了一点，因为年初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刷到过哈，我相信都刷到过吧，爆改杨迪。那个我有见过。对，爆改完以后，大家就觉得那个事儿还有一定热度，就开始一直让我干爆改的事儿。让我觉得反正安排的工作我就干吧。但很多网友认为我迷上了那种帅哥的感觉。真的没有，我们丑棚会的人不会迷上这种感觉的。丑棚会了，我们丑棚会就是干一些支线任务，但是啊。不要说自己丑。哎，我知道我自己长什么样。你对人是不是让人有一种做慈善的感觉？就是加油加油！你帅的，你帅的，你是最棒的。然后我们就干了很多爆改的活嘛。之前录那个《你好星期六》，有一期主题就是干脆咱们做一个爆改男团。我说大家好，我是爆梗。然后许君聪，大家好，我是爆废。于洋，大家好，我是爆款。宝哥最搞笑，大家好，我是爆晒。反正就在那儿，当时跟时代少年团进行一个 PK 那种感觉哈，就做了很多爆改的事儿。然后后来就发现好多人都开始爆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某一天开始爆改这事儿臭了，臭了之后把我们以前的人全部扒出来，就是这群丑货最爱爆改，真的就是当时直觉，大家觉得这种事儿有反差感比较好玩，我们才去干嘛，不是内心很。热衷于这个事儿，然后今年双11，大家知道我跟娜扎跳了 Trouble Maker， 大家内心肯定又觉得我必须要男团舞，哇，安排的，因为我跟娜扎有一个节目嘛，他就在那个节目上我们俩互动就挺好的嘛，他说我要跟杨迪跳一个舞，我们想跳那个 Trouble Maker， 真的好认真在学，完事儿之后，哇塞。骂的呀，但是最伤心的不是我，是娜扎，因为她觉得特别对不起我。我说娜扎，你放心，我完全没有生气，因为你看所有的网友，没有一个人骂我不认真。哇，厉害！对，因为他们说我丑啊那些，人家没造谣，人家说的是事实。我觉得这个没关系，所以就是娱乐大众嘛，就要有这种心理那个牺牲精神。娜扎也别往那个心里去了，该来火星录还是要来，好不好？哦，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啊耿耿于怀，跑到那个环球影城玩都不来录，我都刷到你去环球影城了。你还盯着人家呀？你摄像头啊你是？哇！赶紧来，我们不会问你别的事儿，你就来就行了啊！对，厉害厉害。
总而言之，就是我希望大家除了自己日常的工作之外，有的时候做支线，其实可以让生活丰富起来、有趣起来。对啊，其实我今天能走到这里，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做了支线。我在做回歌手之前，你不知道你们可能现在的同学们都有点太年轻了，我在10年前吧，10年大概12年前。我是一个段子手，微博段子手。我其实最主要的第一波的有热度的是真的完全靠段子，而且你们不知道当时有多恐怖，就是我写段子写到什么程度，写到我中间那些莫名其妙的植入嘛，就植入已经排在家门口，排的我都已经，就是我早上起来我就是马上就要想动脑子，哎，这个下一个商品是什么？看排了好多，哎呦，这个今天拍这个啊，明天要想什么？今天要想这个讲段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写段子的时候，我写到我跟你讲，就头上有很多白头发，但是没有那段时间我也不可能回来，对不对？对，实现任务要做的就做的嘛，生活最重要，管他呢。好，接下来就是看看我们李治廷的提案怎么样？哎呦，来吧，我发现，帅了。一定要小心过度谦虚的人。好，我觉得谦虚很好，对吧？是品德，也是我们这个文化里面该有的，对不对？但是过度谦虚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可怕，我甚至觉得它是用来隐藏一些个野心的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真事儿，拍戏嘛。在化妆间碰到今天的那个演员老师，比我年长的，然后他就非常谦虚，我特别不习惯。他李老师您好。哇，大家都能感觉到那种被长辈拧的感觉，压力山大，对不对？往里边拧我，先就已经是超过90度了，已经93度，这样。哎，老师，我就哎，我老师怎么？哦，年纪大前辈，但是看到你还是这种样子，对，那我们的后辈就搞得非常非常的难过那种感觉。对啊，那怎么办？比如说你是我的前辈哈，好，你来说，哎，你好，小旭，哎呀，哎呀，你好，哎，你好，这我，莫名其妙，这样挺好玩的嘛。你们俩谁是前辈啊？我开个玩笑。哎，但是如果一群人的话怎么办？两位老师拍戏了，2位老师这边请，来，摄影师就位。然后我就特别难过的，他说：“哎呀，这特别紧张，也好久没演戏，哎呀，这词儿啊，说啊，老师也就一句，就大家很简单什么的。”OK， 开拍了，先拍我这边，我不知道，好看 OK 了，好，翻过来拍老师这边。哦，就刚刚是拍你的，对不对？只是拍我的，别人跟你对一下，然后拍你的，你就说你不知道。翻过来了，好，拍老师这边了，好，3、2、1 ，Action。沉默，他在撑戏呢啊！他坐在那里，哦，我牙疼，那老师牙不行。哎呦，老师突然大演特演，他加调度了，就是他之前也没有这些哈，他没有这些，然后他一加调度，我一往上看，我觉得哇，我那边全废了，我谢谢你。然后还走，过了30秒后才蹦出第一个，你还没转过头来，大概这个时长，再慢慢的走回来，觉得怎么办？就他其实只有2句很简单的词嘛。对，但我发现他那个过度谦虚了，就是来掩盖他之后想把这个戏撑满啊。其实遇到这种人确实很尴尬。对，就比如说我现在只有一句很简单的台词，刘维，比如说你现在问我嘛，比如说我演啊，好，来3、2、1，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应该问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对不起。你还演反派？对不起，哎，让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求你了。好，3、2、1，开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离远点儿，这块要使大招了。加戏了。哇，这是，哎呦，你是个响尾蛇呀！变身。哎呀，这事儿，哎呀，该怎么办呢？
是这个意思吧？这个都说快了，我跟你说，我这还是快的了。来，杨迪来个更慢的，更慢的吗？来吧，你说吧。来，3、2、1，走。这事应该怎么办？没有必要吧？还要变脸啊！神经病啊！哎，我想想，你这个丑朋会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不是，你只是 Trouble Maker。喂，没有必要啊！人家没有必要，神经病啊！还有一个案例就是以前跟一家人去 KTV 嘛，然后就我爸就邀请了隔壁那2个包间的人都来，那当然有一位哥们儿就特别的瞩目，他就是一直在说，哎，我不会唱，不会唱，我不会唱，我不会唱，啊，又谦虚了啊。然后点了首张学友的歌，我说啊，来你唱了，我们听你唱。说哎呀，我不会唱，我不会唱，我真的不会唱。这个世界开始下雪。他的变脸，我跟你说，真的比你们都厉害啊，比你们都厉害啊。什么鬼？我觉得这真的很奇怪啊！我说没事，你就唱吧，你就唱吧。让我不会，然后 C 给我，然后就我和你吻别，就我的又来，你不是把麦递给我了吗？他自己又套了个麦出来，就自己还哎，你好。然后还特别谦虚的吧？特别谦虚。你好。哎，别，你先，不是你，我和你吻别，大概这个意思哈。没必要。反正任何人点的歌，他都能插上一首张学友 Live KTV 版的，就点的全是他的歌，其实全部是他的歌，全部是他唱，但是他不会唱，就这么一个人。但是我理解这种人，他不是故意的，他真不是故意的。刘维就是这种人，我不是。刘维你肯定就是。刘维，你是我这样的人？真不是。就我给你打个比方，我去刘维家，就基本上现在得看他跳半个小时舞。现在我不会唱，男人坏男孩，就是你这种坏男孩。明白你的意思，就是那个人感觉就是扮猪吃老虎那个意思哈。脱口秀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就是上场之前说，哎，这次真要垮了，真的不行了，应该都这样吧？然后他就拿了大王嘛。很少有人说我厉害极了。有杨迪啊，有吗？杨迪每次过来跟我说，你有故事吗？我说，哎呀，我这次没准备什么故事。杨迪说，我有。杨迪都是这样的。行，这样，然后欺负人，拉你进我们那个丑朋会。没有了，说完了啊，谢谢大家。不错。哎，但是合理的表现应该是什么样？不是，你就诚恳的说就好了。哎，我特别喜欢唱张学友的歌，我能不能点一首？那不就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那咱们就看看咱们的欧阳弟弟来提案了哟。我发现，一家只能有一个公主病。一家只能有一个公主病，可是你们家全是公主哎。哦，好，所以我今天要来讲这个故事。哇，太棒了！所以呢，从小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工作，这个出生的顺序，工作，你和他的姐妹是你的一份工作。我的工作是出生在欧阳家族。这个出生的顺序造就了可能谁先是这个公主啊，所以我们大姐姐可能从小时候就是啊。我就是那个公主，因为我是第一个出来的，这样子。她一出来就这样的，啪一落地啊！俺欧阳娜娜，是，她真的，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可能公主是天生的，我觉得就是那种心里带那种小少女心，所以一开始的受害者是娜比，娜比是那种哦，姐姐说要干嘛，娜比就。好，姐姐 ，OK。老大是公主，老二是工人。马上嫁祸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来源于我姐很喜欢看一些外国的公主电影啊，或者是这些剧，所以从此我跟娜比的被公主操控的一生就开始了。哎，其实小时候我们可能会玩过家家嘛，然后呢，我姐就是那种，
好，我现在是老师，哪比你是我的助教，然后妹妹你呢，现在就你要睡觉。他让你上课睡觉，就是这个老师很好啊。反正他就让我说好，你现在睡。然后我心想说，怎么可能就是你就马上就睡着呢？我就觉得就是可能姐姐有点不知道哪儿有问题。没想到妹妹是这么想的吧？我们感情特别好啊。突然还要补一句，我们感情特别好，但他这儿是。然后其实因为娜比是一个特别乖，我刚刚说她很乖，她很听姐姐的话，我是那个有点叛逆。我觉得我很叛逆，所以我就是那种，我就是我不要，我就不要，所以我姐开始给我们立规矩了。她呢立的第一个规矩是，不管怎么样，她都要是 C 位。这个 C 位是什么 C 位呢？比如小时候会看电视嘛，我如果跟娜比坐在电视机面前。比如他来，他就得这样。来，怎么来？我来帮你玩。我们3姐妹，来。你演娜娜。好，我演娜娜。你演妮妮好了，好不好？我演妮妮。宋木子演的欧阳娜娜是吗？他们俩像你妹妹吗？我是演欧阳娜娜吗？姐姐来了啊！姐姐来了啊！我是公主那个。我们2个人一起玩过家家，你要睡觉。然后你就给他，然后娜比就是那种姐姐遥控器，姐姐遥控器，然后你就坐。哦，他一定要坐 C 位。对，他就要把位置让给他，然后娜比是那种就是来姐姐牛奶，然后我就是在旁边。姐姐牛奶，牛奶。哼，不是脱脂的。啊，那个2位你们瞎听了。还没有梗。姐姐锤子，你骂姐姐锤子，你好坏呀！哦，就等一下，他在家里不管到任何时候，他都要在 C 位吗？坐车坐第2排也要坐中间，那位置最难坐了，最难坐这个位置，挤得要死。那如果他们家买的是跑车，只有2个座位，坐在中间杠上，他坐的就卡那儿。过山车也是2个位置中间。坐过山车的时候，他姐姐也要坐中间，大家都是绑的。我不要，我就要坐这里。啊！姐姐，其实经过这些事情下来，我觉得你好有信念感，我们给你打成这样。因为我想办法不去听你们说什么。好了，不行，讲到这里，我要给他个垫子了。来。给他讲故事信念感很强哦，给你打个垫子哦。哇！谢谢老师。可以哦，被我们这么打断，他还能坚持下去，不错，加油。好，第2个呢是，他进门前必须敲门，要敲3下，说姐姐。他说可以进来了，你才可以进来。所以在我们家不可以悄悄的进屋，要悄的进屋。但这是一个礼貌嘛？但是他会很严格的，就是你必须喊他妮姐姐。那需要行礼吗？这不是唐朝的大礼，但是这微微的需要吗？他们家不是公礼。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可能又看了一些国内的古装剧，所以他就想说，哎，你有那种赏吓人的这种。赏吓人。其实是因为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吃糖果，喜欢吃巧克力，所以他就想说，哎，既然我这个妹妹这么不听话，那我就给她一点赏赐。哎，那可能他就帮我做一些事。这不是训练宠物的方法吗？不是啦。我问一下，姐姐在家里叫妈妈是妈妈还是嬷嬷？还是叫妈妈啦。所以呢，他就会给我，就是除了糖果或者是巧克力这些是我喜欢的。到长大之后，就是比如说我会帮他打掩护啊，就我们家里不可以打耳洞什么的，就之类的这种事情，他就会给我化妆品或者什么。两个妹妹打耳洞，他中间打鼻环啊，来。我绝对不打耳洞，我要 C 位。就跟牛似的，拉着。是。唇钉，这鼻环。出去逛街看不出谁是老大吗？这故事快结束了。敲门。啊，对。快结束。姐姐，我可以进来了吗？你玩这么大，玩，当。门口是个牛头啊！对。姐姐的门牙只有一个，给弄成一个，就剩一个门牙。这门让我试一会儿是 C 位。姐姐吃西瓜了。姐的鼻孔只有一个，我就这样，我靠一个呼吸。这也太傻了！救命啊！我又来了，这什么样的？太经典，不要了。有人疯了！对不起，我们爱开玩笑，因为大家都很熟，我们跟欧阳娜娜都很熟。啊，你们开玩笑开的那个人是欧阳妮妮。
欧阳娜娜是老二。老二，对。妮妮，你一直在开欧阳妮妮的玩笑。妮妮啊，那完了，你熟吗？完了，你没事没事没事，不熟你说他打鼻环，打鼻环我说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没关系，没事没事，姐姐很善良。就是说，首先我们都觉得姐姐特别有气质特别的厉害，高啊，对啊。是，今天我不是黑她，我没有黑她啊。那你说谁在黑她呢？对呀，那是谁呀？那不是你是谁呀？我要去告诉你姐姐。对，姐，陈少坤。你们三个好，我最后总结一下，没关系，就是因为我自己很叛逆，但是我长大之后，可能就我这个叛逆持续到了我现在，就是最近我才慢慢发现，其实姐姐是真的很关心我，因为妈妈很早就出去带娜比去留学了。我姐其实起到了一个小妈妈的作用，她其实会老是唠叨这个唠叨那个，她其实也不是故意要去凶我或者去管我，虽然我那阵觉得很烦，为什么要凶我啊这样子，可是我现在就会发现说，其实就是她真的是为了我好，所以我今天要把这个公主之位让出来，让给我们家大姐妮妮，对，因为而且她现在肚子里也有一个宝宝，所以她现在确实是我们家唯一的公主。然后呢，我是公主的小妹欧阳弟弟，对。谢谢大家。啊，好喜欢这个故事哦，好棒哦！有姐妹好开心啊，很好玩。有哥哥兄弟的话就好开心。而且你仔细想一想，其实从小到大跟姐姐有好多那种过家家的故事，都是很好玩哈。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都是靠姐姐带着。真的是这样。哎，彩玲家里现在是两个孩子嘛，对吧？我女儿就很彪悍，她就是彪悍，对，她就喜欢。对拳击，他是天天打拿铁，就是跟打玩具似的，天天就是。我儿子是比较公主病，一天老穿那个小公主裙。但我家真正最大的公主是我家有老公主，我婆婆是真有公主病。但是她那公主病跟她说那种很可爱的，就是那种姐姐和妹妹之间完全不一样。哦，也是喜欢打那种很粗的鼻环的那种。什么大粗鼻环？那个等于说坐地铁的时候，就这么拿着就可以走了。说哎呀，今天很稳吧？没有服输了，婆婆还好有你。两个孩子正好练体操，家里开始练。没有，来，你说，对不起，彩玲都想坐下了。然后你说嘛，鼻环，不是鼻环，跟那个没关系，看没有鼻环，没有。怪我们，我们不应该打岔。不应该打岔。您说您有家里有公主的这位啊？对，我婆婆是老公主，她就是刚来中国的时候，她有点公主病，就是她你给上道菜了，她的反应就I don't know， 她就得就是 make sure， 她就得要有10000个事儿 make sure， 就是 make sure 这个饺子里这个 dumpling 里有没有 onion，make sure 这个空泡 chicken 是 chicken 的胸还是 chicken 的腿，就是10000个问题。然后后来我妈说这咋办呢？这一天她也吃不惯，怎么办？然后我就觉得就时间长了有点受不了了，我说就饿他2顿就好了。真的假的？因为你知不知道？我以为把你 Q 起来是讲一个关于母爱的故事。我婆婆饿了一整天，给她1根香蕉，她就是吃了1根香蕉，然后晚上吃饭的时候她就不make sure了，她就顺，她就咔咔就全吃了。对，所以我认为关于就是真有那种公主病的，就是还是有人把她当公主，她才有公主病。你不把她当公主，她就是有病。哎呀！我新的会议呢，行程已经过半了。是的，各位特工呢也稍作休息一下了，希望大家下半场呢有更好的表现哦。哇，太棒了！下面厉害了！脱口秀的大王要出现了，就是我们的王冕。大王出现！咱们的灯光老师跟音效老师真的挺厉害的，他们全程在线，一直不会掉线，他们会随时抓住你的。我发现，厉害！我发现地球人装熟，比不熟其实更伤人。装熟比不熟，
对，就比如说你新认识一个朋友，感觉很陌生嘛，会很尴尬，两个人就会聊天是吧？就说哎，我们是不是有共同好友啊，或者找一些共同话题呀？装熟。但是这种装熟的情况，一旦破了功，就会更伤人。就是我现在工作就经常录节目嘛，咱们反正我不知道你们啊，我是有一个习惯，就经常会有一些同台的艺人第一次合作我就没见过，所以我的团队会经常在我上台之前，在群里面发一些百度百科。PDF，比如说欧阳弟弟啊，然后你了解一下，对不对？我们是自己查，你还要同事弄哈。我不都是你帮我查吗？懒，发给我吗？懒，加入丑峰会，自己查。那就是人口音问题呗，对吧？你也没必要纠正，然后也没必要问。直到第3期有一天，然后就是一平老师给我们换电池的时候，说那个王冕老师换个电，他站我旁边，他说王冕是谁？我突然意识到。他只是不 care 我，包括其他人 cue 我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在意过，把你都叫脱敏了。我懂，你别笑，你知道是谁吗？我不知道谁啊？谁？我也认得吧？谁啊？谁啊？你刚才讲来听一下。谁啊？谁这么没礼貌？不是，人家确实可能是口音问题。你猜一下，来，我啊，陈赫啊？怎么一猜就中啊？怎么一猜就中啊？我还被人家叫大张伟嘛，但是他也想管我叫大老师嘛。他一见面说：“哎，大老张你好。”大老张啊，大老张啊来了啊。其实我也有类似的事，尤其是像我经常接那种主持红毯的活，必须得了解他们今天来的是谁啊什么。那就麻烦了哦，你都得记住。哎，可有手卡你还得。对，当时的微博之夜是去年的，然后我们提前1天还要去彩排，要告知我们艺人是按什么顺序来啊什么的，我们就要把手卡都归类好。顺序变了，结果艺人来的顺序就会有些调整啊。但是那个调整的就是开始跟我们手卡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有的时候就必须纯靠我们自己找，或者靠我们眼睛看。对。就太可怕，因为那天那个红毯特别长，长到就是我视力那么好，我完全看不清楚那边是谁。远处有一个艺人，服装是全身黑，还有个帽子，他坐在后场区，他是这样的。哇塞，这么帅吗？真的，他是这样的，他这样的。必要吧？我说他全程这样走红毯啊，蹲着走啊，所以我就必须全靠自己。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王嘉尔。因为王嘉尔那天穿的自己的服装品牌是一个睡衣的那种，因为王嘉尔就很随性那种感觉，为了符合他睡衣的调性，我说 yes， 哎呀，采访 ，OK， 谢谢王嘉尔，谢谢王嘉尔。一回头来了3个人，3个，又来了。他们是王嘉2加1，谁？然后呢，我旁边主持的是李莎明子啊，然后李莎当时先说的是，好的，接下来走上红毯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偶像。可以，他们给你啊，太狠了，这也太狠了，确实该到我了。让我说，是的。那么走上红毯的是李莎，就把她的手卡递过来了。我说，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阿云嘎、周笔畅，不对，是那个陈楚生。安排的是阿云嘎他们3个走。李莎名字的手卡没有改，新的手卡我没有翻到啊，我直接就喊错名字，但是就没办法，直接这么喊出来了。所以我的感受就是，有的时候其实你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你不熟的话就不熟，你从不熟到熟的过程中，其实可以积累很多故事，然后大家也不会那么尴尬。哇，很杨迪这句话说的，真的，要不然还得让副局长帮你总结，让他们干点活吧。哎，特别好，厉害。好嘞，那么下面一位提案的，要有请到我们非常清爽的这位脱口秀，叫做我们的嘉浩。听说是有音效的，大家好，我是小浩。我发现 live house 里边最难 live 啊？为什么？你说他们假唱是吧？假唱。live house 里边有很多 underground 的规矩，让我真的很难 understand 有一次我去感受了一下，听了一个拼盘的 live house，先上来了个摇滚乐队，我第一次去嘛，我看大家都很嗨，跟着一起造呗，我就 rock 嗨起来。3分钟以后，从我背后伸出一只温暖的大手。哦，你 rock 错了，我头都没敢回当时，但我知道后面是个大哥，因为他好有力啊。就这么尴尬的一个场合，我就跟着一起 rock。
我不知道为什么 rock 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大拇指没有 rock 的资格。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吗？这样。我就这个样子在那 rock 了一会儿之后，后面很难，对不对？因为那个大哥掰我的手指，前面也不简单，前面有个爆炸头，脱口秀演员黑灯，大家知道吗？明白。就爆炸头，就像一个大的洗浴球在你的面前，哇，他就一直在那儿蹦，一直在那儿蹦，真的挠得你脸很痒。其他人都是在那啊，我在那啊，很难受啊。关键一首歌下来，我全妆变成素颜了。哎呀，脱没了，很尴尬啊。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尴尬的时候，突然有人在那喊了一句：“开火车了！”开火车啊！我懵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开火车，什么是火车，要往哪里开？估计那个后面掰我手指的大哥看出我是第一次来的了，他就安慰我，他别怕别怕，我在你后面呢。我心想，大哥你在我后面我才怕的。关键当时什么情况？那个大哥你想在后面拍我的肩膀，我前面站了一个洗浴球，我的妈呀！我们3个人连在一起，像我的母校的校徽一样。大家看，哇，中国人民大学，哇，你是想炫耀一下你的学历吧？没有任何炫耀的意思。中国人民大学很普通的一所大学啊，很普通，很普通，很普通。哎，承让。当时就火车就把我送到了一个前3、4排很黄金的位置，啊。这个时候他们换组合了，摇滚歌手唱完了，出来了一个 rapper。来了。但是 rapper 好酷啊，他直接出来就是要造起来 ，be real， 让他拿一瓶矿泉水 ，be real， 啊。他就把那个水洒出去了啊！被洒到的人就特别开心，为什么开心？你们是植物吗？我不太懂。他们就觉得这样是很快乐的一个事情。这个时候，一个声音让我安静了下来，他说：“别怕，我在你后面呢。”又来了，大哥还在我后面保护着我，所以我最后真的希望所有 live house 能够给我这样又喜欢了解点音乐，但我真的不懂规矩的人一个过渡的区域，就是我先在那儿慢慢懂一些规矩，等到我合适了，我再加入大家一起开火车。先培训一下，是不是？对，我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块区域，也希望大家多去 live house 支持音乐，好不好？谢谢大家。然后厉害。我给一点，好听，来一点，吸收一下四川老乡，谢谢迪哥，很巧妙。哎呀 ，live house 谁去过 live house？有谁要补充的吗？对啊，哎呀，没有那么多人去过 live house， 你看看刘维，我其实是很怕 live house 的。因为我经纪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很喜欢当大哥，所以他永远在 live house 都坐在中心位，然后他就叫我来，他难得邀请我跟他一起参加派对啊。我到了那之后，我人都没有坐在那个沙发上，服务员开始给我别麦了啊，然后我经纪人就坐在那儿，然后就有点醉醺醺的说，给他们唱2首，好夸张，震慑他们。我一点儿也不夸张，我当时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是这并不是一个通告，是不是？这不是通告，当告而且我那些素颜戴了个帽子，脸又很浮肿，那连眉毛我都没有画，是不是？啊，就是我整个人丑到一个离谱，然后告诉我让我上台。那个场合特别对，然后人家会觉得我是不是接私活，然后那种白天干那个艺人，然后晚上还接那种，嘿，大家好，这像宋木子的活儿。对。然后这个时候，但是我又想说，我的经纪人已经给我逼到这个份上，我没有什么抉择了。然后我就对着吼他，我说：“别管我！”然后我就上台了，上台我就站在最边上开始唱歌。然后唱歌了之后，我也当时没想什么，我隐藏得很好，用我帽子，我就低着头啊唱。唱完了之后，我打开手机，好多微信都在问我说：“刘维，你是不是在空瓶子？”我说啊，他们怎么知道？后来我才发现，原本那个 live house 后面的大屏都是那些字幕，到我上台，9个人站台上，大屏只有我，整个大屏都是我后面。哦，真的。然后我下来的时候，我发现哇，经理送了他2瓶酒，经纪人换酒，对。哎呀，酒喝完了，哎呀，一人上，喝2瓶，黑糖，哎，嗨起来，上来，好惨哦！我真的就是这样的，而且我告诉你，这种事儿竟然还会发生到第2次啊！这次确实没有上台，
结果歌手下台互动，然后歌手就唱着唱着，突然就走下台，就冲着我们那桌去，然后走到我面前，而且那个歌手当时唱的是 Single Ladies， 我了如指掌。这样，比如说你是你，我是那个歌手，你坐那儿吧。I'm single lady, I'm single lady. Oh oh oh. 可爱。你活该上台唱歌，真的。你唱的比歌手还猛。后来给他送了一张酒卡。你俩是经纪人就是收费了，我跟你说，没告诉你。你经纪人在那儿绝对有额外的股份。对，而且我经纪人不让我接私活，他竟然那是他的支线任务。我都说了，我这个故事有点悲剧，其实不好笑，挺惨的，所以我还是去录《再见吧，经纪人》，这个很适合我。感谢我们这次的奖项时间。好，下面来的这位也是我们心目中的公主，就是我们的汤香月。终于到我了，各位副厂长可以尽情的。副厂长，副厂长，副厂长，副厂长是啥？什么单位啊？什么单位？厂长，哎，这帮职工朋友们，哎，做保温杯的是吧？副局长，副局长，副局长是吧？火星情报局啊，那是。火星情报厂。啊，当然。我意思是你们可以尽情的那个接梗 disturb me 之类的。OK，disturb 啊，来吧，来厂长。完了，你看你咋呀？讲不了了。对，你说吧，开始说。你发现了啥？他要懵了已经。这太难开始了呀！啊，我发现美少女，我发现地球人都梦想着衣锦还村。哦。这个地球人呢，主要是指我啊，我想衣锦还村，因为大家一般说衣锦还乡嘛，对吧？哎，说实话，我今年确实混得还可以。我到我们镇里、乡里边有很多朋友能认识我，还想来采访啊啥的哈。但是到了村里，完全不是这种情况。那为什么我之所以还村呢？因为我以前不就是辞职去说脱口秀了嘛，没有了工作，没有了社保，还没有对象，村里老说我爸妈也特别丢脸感觉。但是今年不一样了，我在一档非常热门的喜剧综艺上取得了第6名的好成绩。哎呦喂！所以你们可以叫我喜剧老六以后，哈哈。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我在总决赛的舞台上，我就知道我要立刻回家啊！我要让我爸妈成为这个村里最能抬得起头的人，我让他们抬得脖子疼，让他们像流鼻血一样天天。我称之为抬头计划。然后正好呢，我接了一个商务，一个家居的一个商务。哎呦喂，厉害！甲方说送我一个沙发，我说别沙发了，沙发显得不是很气派，你送我一张你们店里最大的床，然后送到我的老家，因为我知道村里边一定会有很多人嘛，让大家抬着床这样过去。那不是一张简单的床，那是一个1.8米乘2米的脸。那是我给家里长的1.8米乘2米的脸。然后呢，甲方很好，还派了安装的师傅上门了，结果上门他是几块那样抬过去的，要拼，就很没有面子。这样去了之后，我妈妈没有让人家给我拼，她就放在那儿就走了，跟我说：“哎，我查了一下黄历哦，今天的日子不是很好，不适合安床。安了的话，家宅不宁。”我说是家宅不宁的问题吗？我的脸就这么大卸8块放在那儿了。所以抬头计划就被一些神秘的东方力量给搁置了。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非常坚强。那就说我亲自回家，女主角亲自回家。亲自回家了，回家都是亲自回家现在。衣锦还乡嘛，首先要衣锦嘛，衣锦。然后我特意去斥巨资买了一件人造毛的貂皮大衣，跟真貂没区别。
回村我连客车都不坐了，因为我觉得客车根本配不上现在的我。我打电话让我爸爸亲自来接我，我们家都特别喜欢亲自。亲子活动嘛啊！上车呢，我就开始幻想了，你说我穿着一身貂，涂着烈焰红唇，到了村口，在所有人的目光下，缓缓地拉开面包车的推拉门，然后出来 ，BGM 就是为所有爱执着的痛，为所有恨执着的伤。我林品如又回来了。哎呀，我看谁还瞧不起我啊！一切按计划进行，如愿到达了村口。我爸提前下车去看了一下，村口有人，村口的情报区还开着啊，太重要了，他们就靠他们给我造势了。然后呢，车缓缓地停下，我先伸腿，哇哦，然后探身，然后露头。哦，帅的啊！定点，哎呀，设计好的啊！定点，哇哦！所有人全部愣住，没有一个人围上来，真的不围上来，僵持了得半分钟吧。你也不走？我想我确实变漂亮了，这任务出来了哈。那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很坚强。你们不过来我就过去，山不过来我就过去，什么了不起？你不认得我了，你不认得？你看我这个痣，你认得不？我是翔宇。对，然后我就加入了他们，一开口大家认出来了。哎呦，是香玉回来了，啥的。我在想，快问我这2年在忙什么？快问我。他们问了，说，哎，你老公怎么没有回来？不是说听说你好几年没回来，嫁到外地去了？另外一个大娘就捅咕他说，哎，别问了，说是离了。哦。就是你只要几年不回家，传你坐牢的都有，知道吗？聊多八卦啊！对，这时候我就有点汗流浃背了。他们说你穿这个是不是热呀？我说不热，就是有点扎脖子，有点芒刺在背，如鲠在喉。然后他们很有眼力劲儿啊，就开始转移话题了，又开始聊谁家又生孩子了，谁家婆媳打仗了，谁家又离婚了啊。我说，哎，有没有人视野大一点，咱走出这些东西，咱们聊一聊格局更大的一些话题，比如说电视上的一些东西。旁边大爷说，哎，当然有啊，我觉得美国吧。我说大爷先等一下，后边节目不让播了。是不是太完整了，以至于没办法插话呀？美国的事儿我们绝不插手。格局打开了。请讲。然后我就在想，那我可能是我一个文娱板块夹在民生板块跟国际板块之间，那确实不能算什么。然后我只能在那个寒风中裹紧我的貂皮，也算是一定程度的衣锦还乡了吧？没错。然后呢？我打听了一下，我调研了一下，其实现在村里边他不怎么看脱口秀节目，他看的还是电视晚会。他们其实还是看电视多一点，他们更加认可的是演员和歌手。所以呢，我打算在这里演唱一首著名歌手的演员。天哪，那咱们要感受一下了，我。那麻烦灯光老师、keyboard 老师给我一个 key， 或者是给我一个配合。一个 key。灯光老师、keyboard 老师，你这个是口音，是用什么口音唱来着没？不是，干偏和你也戳着我。我是我来了。drop a beat 啊，下个。该配合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哎呀，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常人若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简单。其实keyboard老师怎么到我唱就不跟了呢？调太高了，调太高了。来，接着唱，一唱。
其实说分不开的不简单，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太高了，太高了，太高了，太高了！开玩笑，开玩笑，谢谢哈，可以衣锦还村了，可以衣锦还村了。香玉啊，你呀使错劲儿了啊！为什么呀？其实我跟你说，想自信啊，根本不用穿貂。你的笑容就是最自信的表情包。回村前啊，我觉得你就应该做好口腔护理，对不对？用高露洁抗牙结石牙膏，独家专利进购配方，3倍抑制牙结石再生，把牙齿刷得明明白白的。一到村口，一边笑一边送，全村人人手一支。告诉他们，这个可是200多年的国际大品牌高露洁。这样全村你就知道了，唐家的女儿肯定是出息了，给全村每个人都送了高级货。给一个，给一个哦！哎，来，完整完不容易，这个啊，谢谢，棒。但是我必须说句实话，唐香玉唱歌是好听的。对，刚开始以为你一张嘴是简单，以为你要走这个路子呢。没有那么夸张，我一点口音都没有。你还没有口音啊？是你没有。以前是我们学校广播台的演那个方言节目。你算了吧你。哎，志静，如果用粤语唱这首歌的话，我还没听过粤语唱这首歌，粤语怎么唱？哎，对，哎，你说广东话版。哎，老师给 key， 给 key。该配合你演出的我，現是去不見，必逼一個最愛你的人即興表演。什麼時候我們開始沒有了底線，順着別人的謊言，被動得不顯得可憐。看你曾經那麼愛我，幹嘛迎合希冀？看你曾經。原來我嘅變成什麼樣子，才能配合出樣子？哦，原來當愛放下謊背後的這是那事，都有個期下。好聽哎！哎，志婷，你唱粵語的歌好好聽哦。我是香港人。好，刚刚讲到衣锦还村，其实我没有衣锦还村，但是我那个时候去成都上大学嘛，我们从小县城出去到成都之后，就感觉自己一下开眼界了，见了很多大世面，就特别想让家里人也体验一下。所以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全家都到成都过年嘛。有一家商场的地下1楼有一个那个泡芙，哎，好。以前最流行那种泡芙，里面奶油特别多。对我说走，全家冲，就去吃那个泡芙，一咬全破。我爸的胳膊嘎，全是奶油。我爸，哎呦，一家人。然后我说泡芙吃完没有？泡芙吃完没有？走，全家上楼看电影，走。5楼走以后，站住！这家贡茶奶茶那个奶盖我没有喝过那么好，因为那个时候刚流行奶盖啊，很特别。就是我说爸妈喝，我爸好，这一层那个奶，然后全家看电影。《冰雪奇缘》，因为我那个时候看过一遍《冰雪奇缘》，我觉得特别好看，最好看。然后我爸就进去，我爸说啊，哎，怎么打岁数了？来看动画片，手上拿着一杯贡茶。我爸这儿也下雪了，《冰雪奇缘》。出来有孩子说。哎呀，好看是好看，但是真的是这么大了还出来看动画片 ，Let it go。内心我确实不知道他们喜不喜欢，但感觉整个过程还挺有意思。这就是属于我，虽然不是衣锦还村嘛，但是也是那种陪伴家人的一个故事吧。得嘞，村里开心点啊！想起来都激动。我其实现在跟我以前玩的特别好的朋友走的特别的远。
好无助，你知道，好无力。你也想衣锦还乡，或者说是跟大家一起变成以前那样，但是有些时候因为有些因素，你是真的变不回去了。我有一次就跟我朋友特别好，就那种真的是小时候有几块钱大家会一起花的这种朋友，2个特别好的到我家来玩。可是当我跟他们好好聊天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我的声音在他的手机里开始重复。怎么回事？直播了吗？录音。他就为了炫耀，他说：“哎，我跟薛之谦其实是啥呢？”他就在那边一直按着，可能跟他女朋友就发我的聊天。录视频，60秒就录了。就跟我说：“哎，兄弟，咱们以前咱们一起去网吧啥的事儿。”对，去网吧。突然之间发现，我的声音在重复，我就一下子问我说：“你干嘛呢？”而且那种私下是那种比较坦诚的那种感觉，结果就发出去。然后之后吧，就是你发现，如果你真的去同学聚会的时候，他们就都会尽量想办法，就是比如在那边中国人，他们就这样举起来，就慢慢偷拍，其实就一直在拍你，就后来我觉得，哎，我好无助，你知道，好无力。我很想跟他们一起玩，不是你不想回去，是真的那个环境，你有的时候是回不去。对，这个我能理解，因为有时候跟以前的同学带着你一块投资什么的，我都跟他说，咱俩8字不合。他说哪个8字不合？我说我走道是内8字，你是外8字。咱俩8字不合，不要跟我聊这些了。什么笑话？下面各位老师朋友们，不要轻易鼓掌。也不要轻易的笑，为什么？因为领导要出来讲话了。领导，有请出我们的陈龙。领导，陈龙，你作为领导就要好好把握，你要说不过你的员工，那就太过分了。肯定说不过。我发现，哎呀，脱口秀团队的领导不好当。哎呀，太难当了。没有人鼓掌，你自己表演。这就很难当，自己先领掌。领掌。因为我是这个脱口秀很多节目的总编剧嘛，所以大家就会说我是领导什么的。其实我们并没有任何实权。你没有权利的，在公司里？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只能搞一些票啊，这个。这是最大的权利。这个脱口秀领导为什么比较难当呢？首先是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要背锅。背锅，就是很多脱口秀演员不爱干的活，我们都得领导自己去干。奇葩说我上过，大家有人可能觉得我自己怎么接了一档辩论节目？对呀，其实是因为大家不想上只能我去上，只能您来啊，来证明脱口秀也能辩论。结果我去了之后，果然不会辩论，证明了非常的好，被骂得很惨啊，证明了这个说法啊。对，所以今天上火星情报局也是很多人不想上只能我上你们公司不想上的人名字都报出来，我们都想上。成功，今天就少了一位，你看。哎，真的假的？这本来是谁啊？所以去了每一个节目都是这么说的，是吗？我们发了你们公司很多人，结果都拒绝了，有哪些人拒绝我们了？哎呀，假的！为什么要在台上讲假话？是的，没事，您说啊。其实所有的综艺节目里面，最真心希望我上的是《再见爱人》哎，说实话，我听说第1季就邀约你们了。我每一年都有，在筹备的时候都在一直邀，对，重金邀请我。你为什么不去？怕再被骂吗？为什么又再被骂这个？一个是另一个人没答应，他等不及了，要再见了，他录不了那个节目了。回到我们脱口秀吧，不要说再见爱人。你自己提出来，神经病啊！不要去领导，领导接着说啊，领导。然后我们平时呢，我们脱口秀演员也非常难以管理，完了要垮了，非常难以管理，感觉要垮了我。没事，有台阶给领导台阶下，给领导台阶下，懂不懂事儿？2个，我现在就给领导垫。对，直接就垫上，双台阶。哎呦，这是真正领导啊！好，接着来，刚刚讲到哪儿了？这个脱口秀演员很难管理嘛，那是。然后我去见了一下赵本山老师，泰斗，那真正的喜剧之王。哇塞，大家是真的尊重他，那是。我是真的不被尊重啊。然后我发现为什么我们没有那么受到尊重，是因为这个我们没有一些他们的师承的体制，对吧？没有人说哇，老师，我想跟你学脱口秀，哇，是吧？拜见大王，
哦，你要的是这个，你想当爸爸，可以讲脱口秀了，参见师傅。但是我觉得他们所谓的不尊重你，是因为你开得起玩笑，对不对？就是对，因为爱你，所以啊。当然，我也会给大家带来一点福利了，就是当你还是很新的人的时候，去让你长一点见识，因为我的见识也不多。见大佬啊，去见一些大佬，然后见到大佬非常尴尬，因为跟那大佬也不熟。大佬就说：“哎，听说你们是讲脱口秀的，来幽默一个。”我们几个完全不幽默，然后大佬一看很尴尬，就开始带我们喊口号啊，说哇要把中国脱口秀带向全世界啊！我们心里很懵啊，我脱口秀就是从全世界带过来的，这怎么带向全世界？非常懵。所以我还是从台阶上下来的。可以啊。领导多虑了，咱还可以。我想问一下。这个现场幽默这一块，冕子你能不能？我得说个公道话啊，脱口秀领导确实挺难当的。成哥呢就经常焦虑的睡不着觉，你要去了，在家的人肯定更睡不着。我给你一个好办法，好吧？哎，你把床垫换成洗涤门吧，快速入睡，立刻拥有深度好睡眠。睡着睡着喜事就来了。换床垫吧，成哥，马上就换成这样解决了。好的，换。哎呀！大家还有谁跟领导有？我有个故事。哦，志廷有。你的领导是？我非常有幸的，我入行的第一位老板是4大天王的黎明先生。哎呦！他的思维非常的飞，然后他怎么的飞法呢？就在我的第一个专辑呢，他就选择了这么一个艺术创意，大家可以看一下。哇！光着膀子呢是吗？哎，那个字儿拿走是啥呀？他是个很好的老板啊！我当时是个新人，我们这个版本他花了4次的钱，我们拍了4次。第1次草不对，第2次天不对，第3次是草跟天的搭配显得我是偷渡的，偷渡。第4次呢，我想到了。他说我去买一些草，然后我们披一个天空上去，我们进棚拍。哦，他非常理解天，因为他是黎明嘛。然后那个，不是你当时拍这个东西不会是全部脱光拍的吧？没有，我穿裤子。有必要吗？只拍这？歪了，我讲的是领导的故事，全都焦点在我这张照片上面了。那你别放这照片啊，半裸怎么回事啊？这是。哎，您接着说，黎明老师接着教您什么了？然后他就是很飞嘛，但是他也是非常疼我的，这个投放超级多，所有地铁站、公交站，地铁里头那么大的广告，对啊，别人一开门看你光着膀子在这边看。后来也有一次我跟文咏珊拍了一部戏，我们公司都有那种公关部门，就是教你，就是艺人呢是有制造话题的责任的。你有的时候哪怕你没东西说，你得编点东西或者制造一些话题。我就新人嘛，我说好的，听懂那种发布会，然后香港记者也非常的直接。那文咏珊会有继父的建树吗？哦，问的好直接哦。然后我就说啊，这部电影讲的是爱情，所以是会有我们之间的一些个摩擦的。啊！我当时以为我任务完成了，对不对？那个公关姐姐跟我说，我得背负话题，我说这句话，哇！黎明老师黑着脸，然后过来，黑着脸，哇！然后他说话是这样的，大家有没有发现？他演完梅兰芳之后，好像就冲你发誓啊！他跟我说，摩擦，你想的可能是这种摩擦，但是别的人可能想的是别的摩擦。然后你现在或许开的是个滑翔机，但你未来可能要开火箭的。开火箭的人不会说摩擦。哦，好像你两个说的，好像黎明老师，他的顿点好像哦。摩擦，对。他其实是个非常好的老板，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刚出道是个小艺人，你开的是滑翔机，也许有一天命运允许你可以开火箭的。而如果你能到那个级别的话，你不要再乱制造话题，没有必要。哦。所以他一个天王在给我赋予我这个信心，所以希望有更多像他这样的好老板啊！希望各位观众也能遇到这样的好老板。不是我了，我以为说陈哥你，其实当那个能领导别人的人。